结婚4周年那天，我发现我花60万请的私人营养师，每天中午多煲1份汤，用保温桶送往城南一个陌生地址。灶台旁的备餐单写得清清楚楚：红枣枸杞乌鸡汤、花椒炖牛奶、当归黄芪排骨汤，清一色安胎的方子。每一份都标注了口味，少姜、偏甜、忌辣，比给我调理身体时还上心。我把备餐单拍照发给了老公，2分钟后他回了消息，在开会，回来再说。晚上10点他到家，看到我坐在餐桌前没动筷子，叹了口气。又折腾什么？我把手机推过去，城南翡翠湾7栋1802，住的是谁？沈觉看了一眼，拿过我的手机把照片删了，然后把手机放回桌上。理解自己在外面接的客户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沈觉，他的60万是我付的，雇主不点头，他敢用雇主家的厨房和食材给外人煲汤？他不说话了，玄关突然传来一串电子提示音，有人在门外输入了密码，门开了，站着一个年轻女人，挺着大概7个月的孕肚，手里提着一个保温桶。她看到我愣了一下，然后看向沈觉。老公，你不是说月底他就搬走了吗？次卧拿来做婴儿房的尺寸我都量好了。他低头摸了摸肚子，语气温柔。宝宝今天一直在提想爸爸了。沈觉的脸白了，我靠在椅背上突然笑了。人被气到无语的时候是很想笑的。60万1年请的私人营养师，在给外面怀孕的女人煲安胎汤，这钱花的真养生。保温桶盖上贴着一张大便签，我视力很好看到了。周小姐，今日汤品：花椒炖牛奶，少姜，偏甜。周小姐，原来她姓周。我低眼看着餐桌上那碗已经凉透的汤，也是花椒炖牛奶，只不过我的那碗上没有便签，没有少姜偏甜，也没有人特意记得我最近胃口不好。周乔，你先出去。沈觉终于开口，声音压得很低。周乔没动，他看着我，眼神从最初的错愕变成一种打量，像是一个提前来验收房子的新主人，突然发现就租客还没搬走，于是有些不耐烦。我凭什么要出去？他轻声问。沈觉，你不是说都谈好了吗？都谈好了吗？这5个字比前面他喊老公还刺耳。我坐在餐桌前，突然觉得自己像个局外人。这个家是我一手布置的，餐桌是我挑的，窗帘是我选的，连玄关那盏灯都是我跑了3家店才定下来的。可现在，一个挺着7个月孕肚的女人站在门口，轻轻松松一句都谈好了吗？就好像我才是那个赖着不走的人。我笑了一下。谈好什么了？周乔看向沈觉，沈觉的眉心拧了起来。文堂，今天太晚了，有什么事儿明天再说。他总是这样，遇到难回答的问题就用太晚了、太累了、改天再说盖过去。4年婚姻，我听过太多次。那就现在说，他肚子里的是你的孩子吗？客厅里安静下来，安静到我能听见冰箱冷藏的声音。周乔摸着肚子的手停住了。沈觉没有立刻回答，但有时候不回答就是回答。我点点头。几个月了？沈觉沉声。文堂7个月。我看向周乔。刚才你自己说宝宝一直踢，7个月差不多了。周乔的唇角动了一下，他大概没想到我会这么平静，他甚至下意识挺了挺腰，像是在向我展示他肚子里的胜利品。是7个月。他说，医生说宝宝很健康，是个男孩。男孩，我终于明白为什么沈觉最近半年频繁往城南跑，为什么婆婆上个月突然给我打电话，旁敲侧击问我有没有再去医院检查。女人还是得有个孩子傍身。婆婆在电话里说，糖糖，你也别总把心思放在工作上，沈家总要有后。我当时还以为她只是老生常谈，现在看来她知道的比我早。也许所有人都比我早，只有我这个妻子被蒙在鼓里，还在花60万1年请私人营养师调理身体。调理什么？调理我，好给他外面的女人腾位置吗？我站起来，椅子腿划出一声刺响。沈觉终于慌了。文堂，你冷静点。我看着他，我很冷静。然后我转身进厨房，李姐正在里面站着，脸色惨白，手里还攥着一块抹布。她是我请回来的营养师，准确的说是沈觉建议我请的。她说我去年小产后身体虚，普通阿姨不专业，要请个懂药膳、懂调理的私人营养师，1年60万，钱是我自己出的。我当时甚至还感动过，觉得她终于记得我的疼，终于愿意替我把身体养回来。现在才知道，这60万是我亲手给她的真爱请的御用安胎师。我走到灶台边，把那张备餐单拿起来，有我的，也有周乔的。我的名字后面是温太太，补气血，清淡。周乔名字后面却写了好几行，忌寒凉，忌辛辣，少姜，偏甜，晚间易饿，可加燕窝，胎动频繁，注意钙质。沈先生交代，务必每天送到。沈先生交代。我捏着纸，指尖一点点发凉。李姐嘴唇发抖。太太，我抬眼看她。你拿我家的食材，用我家的厨房
给外面的女人煲安胎汤。李姐，你挺会啊。他脸上红白相接。申叔您知道的。我笑了。我知道什么？知道你一天煲2份汤，一份给我喝，一份给他孩子的妈喝。知道我花钱养你，你替他们养胎。李姐低下头，不敢说话。周乔扶着玄关柜，声音软软的插进来：“温小姐，你别为难李姐，是我孕吐严重，阿珏心疼我，才让她有空之余煲点汤。”她叫我温小姐，在我的房子里，当着我丈夫的面，我把手里的备餐单捏出了褶皱。沈珏终于走过来，挡在厨房门口。够了，温堂，这件事我会处理。怎么处理？我问他，沉默片刻，像是终于下了决心。离婚2个字落下来，我没有哭，也没有喊，我只是觉得奇怪。4年前，他在婚礼上握着我的手，说要护我一辈子。1年前，我小产躺在医院里，他红着眼说是他没照顾好我。现在，他让外面的女人怀了7个月的孩子，然后站在我家厨房门口对我说离婚。原来男人的一辈子可以这么短，短到只有4年。我问条件呢？沈珏看着我，似乎没想到我会这么直接。周乔也愣住了。我把备餐单放进口袋。既然你们已经谈好了，总不可能只谈了让我搬走吧？沈珏的表情恢复了一点，他大概以为只要我愿意谈条件，就说明还有余地。他说：“明天让律师过来，房子你可以拿1套，现金300万，工作室我也可以再投一笔钱。”我点点头。那孩子呢？你现在没有孩子。我说的是他肚子里的那个。周乔脸色一变，沈珏声音冷下来：“温堂，不要把无辜的孩子扯进来。”我看着他，觉得真有意思。我的孩子没了的时候，他说以后还会有，他的孩子还没生下来，就已经无辜了。沈珏，去年我小产的时候，你在哪儿？他眼神闪了一下，我替他回答：“你在城南吧？”那天我在工作室楼下摔倒，血顺着腿往下流，我给沈珏打电话，打了7次他没接，后来司机送我去医院，后面签字是我一个人。凌晨3点，他终于赶来。公司临时有会，手机静音了。我信了，原来那时候周乔大概刚怀上，或者他们正忙着怀上。沈珏的脸色沉下去。温堂，翻旧账没有意义。是啊，对你当然没有意义。因为疼的是我，失去孩子的也是我。沈珏看了眼周乔，压低声音：“你先走。”周乔咬了咬唇：“可是宝宝……走！”这一次他语气重了。周乔不情不愿地转身，临走前他看了我一眼，那眼神像是在说明不了。门关上后，家里只剩下我们3个人，我、沈珏、李姐，还有满屋子散不掉的汤味。沈珏脱掉外套，甩了甩手，这是他准备谈判的姿态，冷静理智，高高在上。他说：“温堂，我们好聚好散。”我看着他，你婚内让别人怀孕，带她登堂入室，然后跟我说好聚好散。你也不用把话说得这么难听。那我该怎么说？沈总婚内吸补平，扶贫到别人肚子里了。沈珏眉头一跳。温堂，他叫我全名，一般这样叫就代表他已经不耐烦了。从前我会收敛，会害怕争吵，会担心他觉得我不懂事。可今晚我不想懂事了。懂事有什么用？懂事到最后连自己的厨房都被拿去给别人煲安胎汤。我走到餐桌前，把那碗花椒炖牛奶端起来。沈珏警惕地看着我。我走到水槽边，把汤一点点倒了进去。这凉透的汤像我的4年婚姻，看着滋补，其实早就坏了。明天让你的律师来。我说。沈珏松了一口气，可下一秒我回头看他。不过沈珏，我提醒你一句，我不是搬走，我是清场。第2天上午9点，沈珏的律师准时到了。2个男人，一个姓陈，一个姓蒋，黑西装，公文包放在膝盖上。开口之前先递名片。我坐在客厅沙发上，没有接。沈珏坐在我对面，神色已经恢复如常。昨晚的慌乱像是从没发生过。他甚至还让李杰煮了咖啡。我看着李姐端着托盘出来，手腕稳得很，也是拿60万年薪还反骨的人，心理素质当然比普通人强。陈律师把离婚协议推到我面前。温女士，沈先生希望尽量体面解决。我翻开第1页，房产，城西一套小户型公寓，现金300万，工作室追加投资200万，是经营状况分批到账，共同财产无重大争议，债务各自承担。我翻到最后，看到一行字：双方确认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无子女。我盯着那几个字看了很久。沈珏说：“你别看了，条件已经很优厚。”优厚？
沈觉，你名下3套房加2公司，城东那块商铺，还有你去年更天买的游艇，协议里一个都没有。陈律师推了推眼镜，据我们了解，这些资产大部分属于沈先生婚前个人财产，或通过公司股权结构持有，并不低然属于夫妻共同财产。据你们了解，我笑了笑。那你们有没有了解到，沈觉的第一家公司成立时，资金里有100万，是我卖掉婚前公寓凑的。沈觉皱眉，那笔钱我后来还你了。还了多少？他沉默，我替他说50万。那时候他公司刚起步，账上紧张，我没让他还。他说剩下的以后补。后来他公司做起来了，我再也没提过。不是我忘了，是我以为夫妻之间不用算这么清。现在看来，不算清的人，最后会被算计得最清楚。我继续翻协议。工作室追加投资200万，视经营状况分批到账。我念出来，意思是只要你经营状况，这200万就不用给。陈律师微笑。温女士，条款不是这个意思。那是什么意思？陈律师卡了一下，沈觉接过话。温堂，你的工作室这几年一直在亏，继续投钱只是帮体面点。我的指尖停住，这句话砸到了我。我大学学的是珠宝设计，结婚前我有自己的品牌，虽然不大，但每年都有稳定订单。婚后沈觉说希望我把更多精力放在家庭上。他说你不用那么辛苦，我养你。我没完全放弃工作室，只是把规模缩小，把团队裁了一半。后来怀孕、小产、调养、照顾两边父母，工作室越来越像一个爱好。所有人都说我命好，不用像之前一样拼命，不用应酬，有沈觉这样的丈夫。可没人告诉我，当一个女人真的退到家庭里，她曾经拥有的专业能力、收入、社交、话语权都会一点点被磨掉，磨到最后，丈夫拿着你的亏损，轻描淡写地说：“继续投钱只是帮你体面一点。”我不同意。沈觉似乎早料到，你可以提。我看着他，我要婚内共同财产一半，你婚内增值部分全部重新核算。周桥的安胎费、房租开销，只要是共同财产支出的，我都要追回。陈律师脸色微变，我继续说，另外，公开道歉。沈觉笑了，觉得荒唐。温堂，你是不是还没睡醒？我没有回答，只拿起手机。昨天晚上之后，我做了3件事：第一，恢复了被沈觉删掉的照片；第二，把家里所有摄像头的云端权限改成了只有我能登录；第三，把李姐从入职以来的采购单、报销记录、转账凭证全部导了出来。沈觉不知道，这个家里所有智能设备都是我装的，因为他嫌麻烦，他只负责享受便利，而我负责学习、设置。过去这些事叫琐碎，现在这些琐碎都是证据。我点开一段视频，客厅摄像头的画面里，李姐拎着保温桶出门，日期显示3个月前，再往前1周2次，再往后几乎每天。接着是玄关门锁记录，周桥的指纹，录入时间半年前，备注明装修师傅。我把手机放在桌上，沈觉，解释一下。他的脸色一点点沉了下去。陈律师也不笑了。蒋律师低头看了一眼沈觉，像是在等他指示。沈觉盯着我，你查我？我觉得可笑。你把周桥的指纹录进我家门锁的时候，没想过我会看到。他压着火，这不能证明什么。当然，我说，所以我们慢慢证明。我又点开一份表格，李姐过去7个月采购燕窝、花椒、海参、阿胶的费用。一共198360，配送地址多次出现城南翡翠湾，付款账户是家庭共同账户。沈觉终于坐直。温堂，把这些东西删了。我看着他，你昨晚也是这么说的。照片删了，事情就不存在了吗？周乔怀孕了，孩子就能塞回去吗？我笑了一下。沈觉，你可能忘了，我不是一开始就只会在家煲汤咏花的人。我曾经做过供应链，跑过展会，谈过合同，对账、查流水、看发票，我并不陌生。只是这几年，我把这些能力用在了家里选保姆和采购、排工期上，他就真以为我废了。陈律师清了清嗓子，温女士，离婚诉讼不是情绪宣泄，即便存在过错，也不代表您可以主张全部财产。我没说要全部。我看向沈觉，我要我该得的。沈觉沉默许久，突然笑了，他的笑让我心里一沉。温堂，你是不是忘了一件事？他说，我们签过婚前协议。我当然记得。结婚前1周，沈觉拿来一份文件，我妈介意财产问题，你签一下，只是走个形式。那时候我们正忙着婚礼，我是婚纱试到脚后跟磨破，戒指尺寸改了2次，酒店临时换厅，
喜糖还少订了30份。他抱着我说：“糖糖，我只是想让我妈安心。我们以后是一家人，这些纸不会影响什么。”我信了，我甚至没有仔细看。我签字的时候，他亲了亲我的额头，说：“谢谢你信我。”现在想想，那一吻大概不是感动，是庆祝我把自己的退路亲手签掉。沈觉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份复印件，封面上写着婚前财产协议。他放到我面前，语气平稳的残忍：“你可以闹，但法律上你拿不到多少。”我看着那份协议，突然明白昨晚周乔为什么敢进门，因为他们不是临时露馅，他们早就算好了。我没有孩子，我工作室亏损，我签过婚前协议，算好了我这4年在婚姻里退得太远，远到一旦被赶出去就很难站稳。沈觉往后靠了靠：“温堂，300万加一套房，是我给你的体面。”我抬头看他，那我是不是还得谢谢？他没有说话，但他的表情像是在说：“你最好识相。”我拿起那份离婚协议，1页、2页、3页，把它撕了。纸张断裂的声音在客厅里格外清晰。陈律师变了脸：“温女士！”我没停，每一页都对折，再撕开。最后，我把碎纸码在茶几上。沈觉，我说：“你说法律上我拿不到多少，那我们就让法律看看。”他盯着我，眼底藏不住的冷意。你会后悔的。我站起来：“不会，因为我最后悔的事已经发生了。”律师走后，沈觉没有留下，家里安静下来。他临走前说：“你冷静几天。”我没问他去哪，其实不需要问。城南翡翠湾7栋1802，现在那里有人怀着他的儿子，有人等着喝他安排的安胎汤，有人已经量好了次卧儿童房的尺寸。他当然要去那里。我一个人坐在客厅，直到天彻底黑下来。李姐在厨房收拾，声音很轻，她尽量让自己不存在，可她越轻，我越能听见。我起身走进厨房，她背对着我，正在擦灶台。我问：“周乔是什么时候开始喝你煲的汤？”她手一抖，抹布掉进水池里。太太，别叫我太太。我说：“你心里真正的太太不是我。”李姐脸色发白。我也是拿钱办事。谁的钱？她说不出话。我靠在门边。沈觉给你额外加了多少？李姐嘴唇动了动，我替她猜，1个月2万、3万，还是周渠那边也给你一份？她低下头，眼泪突然掉下来。我女儿去年生病，家里实在缺钱。沈先生说，只要我帮忙送送汤，别的不用管。我看着她哭，心里没有多少波动。人当然都有难处，可不是所有难处都能拿来解释背叛。你用我家的厨房时，没想过我也失去过一个孩子吗？李姐哭声停住，她不敢看我。我说：“去年我小产后，你也是这么给我煲汤的。”那时候她每天给我端来黑乎乎的药膳。温太太要养好身体，以后还会有孩子。现在我才知道，她同一双手也给另一个女人煲着安胎汤，一个是失去孩子的人，一个是怀着我丈夫孩子的人。她两边都照顾得很好，真专业。我打开冰箱，里面整整齐齐放着食材，上层是给我的，下层是给周乔的，连包装都不一样。我拿出那盒花椒，看到标签上写着周小姐专用，字迹很小，贴在侧面。如果不是我今天特意翻，根本不会注意。我把盒子放回去。李姐，从现在开始，你不用来了。她猛地抬头：“温小姐，我合同还没到期，违约金我付。”不是违约金的问题。她慌了。沈先生那边，让他另请高明。我说：“反正他不缺钱。”李姐的脸色难看起来。我知道她怕的不是失去我这份工作，她怕沈觉，也怕周乔。一个人如果能两边拿钱，就一定也会两边被拿捏。我说：“不过在你走之前，把你知道的写下来。”李姐立刻摇头：“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。”你知道？我看着她。你知道周乔住在哪儿，知道她怀孕几个月，知道沈觉什么时候开始让你送汤，也知道谁给你转过钱。她咬着唇，我轻声说：“李姐，我不是在求你。”我把手机放到灶台上，屏幕上是刚才厨房监控录下的视频。她承认拿钱办事的那一段清清楚楚。李姐脸色彻底白了。我说：“你可以不写，但这段视频我会交给律师。”她手指攥紧抹布，半晌终于哑声问：“写了以后，你会放过我吗？”我看着她，看你写多少。那天晚上，李姐坐在餐桌前写了3页纸，她的字很乱，写到后面手一直抖。我没有催，我只是坐在她对面，一边等，一
一边把这些年家庭账户的流水导出来。沈觉很自信，他觉得我查不到什么，因为大额资产都不在我眼前。可他忘了，婚姻里的漏洞往往不是藏在大额转账里，而是藏在一次次顺手给周乔租房的押金，买孕检套餐，给李姐的额外补贴，给城南地址买的空气净化器、婴儿床、胎心仪。这些钱单独看都不算惊人，加在一起就是一条从我家厨房通往城南翡翠湾的线索链。李姐写完最后一个字，把纸推过来。文小姐，我只能写这些。我拿起来看，第一行，我于7个月前开始为周乔女士煲安胎汤，系沈觉先生安排。第二行，周乔女士怀孕期间饮食禁忌由沈觉先生转达。第三行，汤品食材多由温家厨房采购，部分费用由沈觉先生家庭账户支付。我看着温家厨房4个字觉得讽刺，他也知道这是温家厨房，可他还是用了。我把纸收好，明天别来了。李姐站起来，像是想说什么，最后只说：温小姐，你斗不过他的。我抬眼，为什么？他声音很低，沈先生不是一个人。那一刻我意识到，李姐害怕的也许不只是沈觉。我问：还有谁？李姐抿紧嘴，摇头，她不肯说。我没有逼她，人最难撬开的不是嘴，是恐惧。李姐离开后，我重新坐回餐桌前，屋子里只剩下我一个人。我打开同学群，群里有人发婚礼照片，有人晒孩子，有人讨论新项目融资。我已经很久没在群里说过话。结婚前，我也会熬夜赶方案，会穿高跟鞋跑展，会在谈判桌上把报价压到对方皱眉。结婚后，我不是不会算，我只是太久没为自己算过。手机震了一下，是大学室友秦真发来的私聊。糖糖，你还好吗？我盯着那几个字，眼眶突然酸了一下。很奇怪，沈觉干出这种事，我没哭；周乔堂而皇之进门，我没哭；撕离婚协议，我也没哭。可有人问我你还好吗？我差点掉眼泪。我回复不好。秦真几乎秒回，发生什么了？我打字打到一半又删掉，最后只发过去一句：你认识靠谱的离婚律师吗？秦真那边安静了10秒，然后他发来：你终于要离了。我看着屏幕，心口像被什么轻轻敲了一下。原来所有人都看得出来，只有我一直装作不知道。我认识最好的。别怕，明天见面说。明天见面说。我回好。发完这个字，我起身去玄关，把门锁密码改了，沈觉的指纹删了，婆婆的指纹删了，把保洁、司机、李姐的临时密码全部取消。最后系统提示：当前有效用户温堂。我看着这行字，突然有种荒谬的安心。4年了，这个家终于第一次只属于我，至少今晚是。第二天，我约秦真在律所楼下的咖啡馆见面。他比我早到，看见我进门，他站起来，表情很复杂。大学时他是我们宿舍最飒的人，后来做了律师，剪了短发，说话永远利落。可他看见我时，第一句话却很轻：你瘦了很多。我笑了笑。以前不是总嚷着减肥吗？秦真没笑，他把热拿铁推到我面前。从头说。我说了1个小时。秦真越听脸色越冷，他在笔记本上写下几个名字：沈觉、温堂、周乔、李姐、城南翡翠湾7栋1802，婚前协议、家庭账户。然后他画了3条线，一条是婚内不当行为，一条是财产转移，一条是第三者怀孕。他抬头看我。你想要什么？我没有犹豫。第一，离婚；第二，拿回我该拿的；第三，让他们别想踩着我。秦真点头。还有呢？我握着杯子，指尖有些发白。查清楚去年我小产那天，他到底在哪儿？秦真看着我，他没有劝我别查了，查了更疼。他只是说：好。这就是好朋友和丈夫的区别，丈夫怕麻烦，好朋友怕你不明不白的痛。秦真翻看我带来的资料，监控截图、门锁记录、采购单、家庭账户流水、李姐手写说明。他说这些有用，但不够。我心里一沉，还不够。够证明他婚内有过错，够证明他用共同财产给第三者支出，但要撬动财产分割，尤其是大额股权、商铺，必须摸到资产流向。他用笔圈住沈觉的名字。真正让他坐下来谈的不是道德，是钱。我沉默。秦真继续说，还有婚前协议，我要看原件。很多婚前协议不是铁板一块，要看签署过程、内容公平性、婚后增值，有没有欺诈胁迫的空间。他会给吗？不会。秦真合上笔记本。所以你得拿到。我看着他，他说他书房里有保险柜吗？我怔了一下，有。沈觉书房最里面有个黑色保险柜，我从来没打开过。他曾经开玩笑说里面都是公司重要文件。
我看了也头疼。我也确实没看过，现在想来，我不是不该看，我是太相信他。秦真问：密码你知道吗？我摇头，不知道。他生日试过门锁，不是。你生日？我苦笑，他没那么浪漫。秦真想了想，他最在意什么？这问题让我一时答不上来。沈觉最在意什么？公司、钱、面子，还是他那个还没出生的儿子？我突然想起一件事，3年前沈觉换过一次保险柜，那天我问他为什么忽然换，他说旧的不安全。先生，密码设置成6位吗？他当时随口说还是那串吧，好记。那串哪串？我脑子里飞快翻着过去的记忆，银行卡密码不是，门锁不是，手机密码我也不知道。秦真看出我的迟疑，想到了，可能。我说，但不确定。秦真把一张名片递给我，这是方律师，我师姐。你这种案子，他比我更合适，我会跟他说。我接过名片，白底黑字，方如意，合伙人律师。秦真说，从现在开始，别跟沈觉吵，所有对话尽量录音，别打草惊蛇。尤其是周乔，她怀孕7个月，对方很可能会利用孕期和孩子做文章。我点头。还有一件事，秦真看着我，你要做好心理准备。什么准备？他们会说你歇斯底里，说你精神状态不稳定，说你小产后一直情绪不好。我愣住，秦真声音很冷静。如果他们想压低你的谈判筹码，甚至反咬你，最常见的方式就是把你塑造成不理智、不适合管理财产的人。我想起昨晚沈觉那句：“你冷静几天。”秦真握住我的手。所以文堂，你要比他们更冷静。我点头。我知道。下午4点，我回到家，沈觉不在，家里很空，没有理解。厨房第一次没有飘出药膳味。我走进书房，沈觉的书房一向不许别人随便进，连打扫都是固定保洁，他在家时才可以。我站在保险柜前，蹲下身，黑色金属门冰凉，密码盘亮起蓝色的光，6位数。我先输入沈觉生日，错误；输入我们结婚纪念日，错误；输入他公司成立日期，错误。系统提示剩余2次机会。我停下手，不能再试了。保险柜连续错误5次会锁定，还会自动发信息给绑定手机。我坐在地毯上，闭上眼。沈觉最在意什么？不是我，不是我们的婚姻，那是什么？手机震了一下，是沈觉发来的。晚上回去谈，你别再做无意义的事。我看着这句话，心里咯噔一下。无意义的事，沈觉最擅长把别人的痛苦和坚持归类成无意义。他不是不懂坚持，他只是觉得只有他的坚持才配叫不甘，别人的坚持都叫纠缠。3年前，他第一次拿下城南项目，喝醉了回家，他抱着我，在玄关笑着说：“糖糖，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？”我说：“项目签约。”他说：“不，是我真正站起来的日子。”那天他喝得很多，反复说一句话：“从今天起，没人能再看不起我。”我记得很清楚，那天是8月17， 0817，可6位密码还差2位。我盯着保险柜，心跳开始加快。0817后面是什么？我想起那晚他靠在沙发上，手机屏幕亮着，我给他倒蜂蜜水时，瞥见屏幕上是一个聊天框，备注是 Q。当时我以为是客户，他看到我靠近，立刻按灭了屏幕。3年前的8月17，城南项目，备注 Q， 周乔。我手心有些湿，我输入 0817Q。不对，密码不能是字母乔，拼音9键的 Q 在7键，08177还差1位，也许可能是07，081707。不，我强迫自己冷静，还有2次，不能赌。我站起来，环顾书房，文件架、钢笔、合影是我们结婚照。我把相框拿起来，下面压着一张小票，很旧。我抽出来，是3年前8月17日城南某酒店的房费小票，房号1702。我盯着那串数字081717，太明显了。但沈觉这种人，有时候自负到懒得掩饰。我重新蹲下，输入081717，错误，剩余1次。我额头渗出汗，不是1702，那是什么？我忽然想起周乔住在翡翠湾7栋1802 1802。我输入前，手指停在半空。如果错了，保险柜锁定，沈觉马上会知道。可如果对了，我看着那扇黑色金属门，门后面也许是我的退路，也许是他给我的退路。我深吸一口气，输入081802。绿灯亮了，保险柜开了。那一瞬间，我自己心跳重得像鼓，里面放着几份文件，2个硬盘，一个牛皮纸袋，还有一本黑色笔记本。我先拿出牛皮纸袋，封口没有粘，里面是购房合同复印件，城南翡翠湾7栋1802，买受人周乔，付款方式全款，付款日期
7个月前，我继续往下翻，付款账户不是沈爵个人账户，而是一家我从没听过的公司——盛和咨询有限公司。法定代表人周乔。我手指一点点收紧，周乔名下还有公司。我打开黑色笔记本，第1页写着几串日期和金额：盛和80，城南620 ，Q 产检12.8厘，3每月。我翻到后面，越看越冷，这不是普通记账，这是沈爵私下转移资产的流水备注，几百万、几千万，从不同公司、不同项目、不同咨询费里出去，最后流向盛和、周乔、城南。我立刻拿出手机拍照，1页、2页、3页，拍到第6页时，门口突然传来电子锁提示音，门一打开，我手一抖，沈爵回来了，他的脚步声从玄关传来，我迅速把笔记本放回去。可牛皮纸袋还没来得及塞好，书房门被推开的前1秒，我把其中一张付款凭证折起来，塞进了袖口。门开了，沈爵站在门口，他的视线落在打开的保险柜上，客厅的光从他背后照进来，他整个人像一片压下来的阴影。温堂，你在找什么？我蹲在保险柜前，慢慢站起来，手心全是汗，袖口里的纸片贴着皮肤，硬得像一枚刀片。我看着他，笑了一下。找我的体面。沈爵一步步走进来，他的眼睛沉得可怕。你看到多少？我没回答，他关上书房门。温堂，把东西给我。我说，如果我不给呢？他的脸色大变。沈爵盯着我的袖口。你拿了什么？我下意识把手往身后收，他猛地上前，一把抓住我的手腕，力大大到我手骨头生疼。给我。我怔了一下，放手！他的力气更大，眼底带着狠厉。温堂，我警告你，有些东西不是你能碰的。我抬头看着这个和我同床共枕4年的男人，忽然彻底明白了，婚内的不当行为不是他的底线，让我小产时独自在医院也不是他的底线，让周乔登堂入室更不是。他真正的底线是钱，是那些见不得光的钱。我不再挣扎，我只是看着他。沈爵，原来你怕这个。他的手指僵住，就在这时，放在书桌上的手机亮了一下，屏幕上弹出秦真的消息：别忘了，自动云端备份已开启。沈爵也看见了，他脸色瞬间惨白。我轻轻笑了。晚了，刚才我拍到的东西已经传出去了。书房里死一样安静，沈爵盯着我，眼神像要把我撕碎。半晌，他松开我的手腕。温堂，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？我揉着被他捏红的手腕。知道，从现在开始，不是你跟我谈离婚，是我跟你清算。方如意的办公室在27楼，落地窗外是灰白色的天。我把资料放在桌上，付款凭证、购房合同复印件、笔记本照片、家庭账户流水、门锁记录、理解手写说明。方如意看得很慢，她不像秦真那么锋利外露，整个人很安静。可她翻资料时，手指停在哪里，我就知道她看到了重点。最后，她把那张城南翡翠湾购房合同推出来。这套房全款620万，买受人周乔，付款盛赫咨询。我点头，方如意又抽出另一张照片，是我从黑色笔记本上拍下来的。盛和80，她用笔圈住盛和2个字。这不是普通婚姻案了。我心口一紧，方如意抬头看我。温小姐，你丈夫很可能通过关联公司虚假咨询合同，把婚内财产出，再由周乔的公司接收。秦真坐在我旁边，冷笑了一声，还挺会玩。方如意说，会玩，但不代表没有漏洞。我问，这些证据够吗？够打开突破口，不够直接定案。方如意把资料重新整理好。我们要做3件事：第一，申请调查沈爵及相关公司的资金流水；第二，证明盛和咨询与周乔的实际控制关系；第三，证明资金发生在婚内且未经你同意，属于恶意转移。我点头。婚前协议呢？方如意看向我。原件拿到了吗？我摇头。保险柜里有复印件，但我没来得及拿。昨晚沈爵回家后没有再对我动手，他只是站在书房里盯着我看了很久。后来他拿走了保险柜里所有东西，临走前他说：温堂，别逼我。我当时看着他，是你先把我逼到这里的。方如意听完沉默几秒。他现在一定会转移销毁证据。已经晚了，照片都有云端备份。照片有用，但对方会质疑来源。保险柜属于他私人空间，他可以反咬温小姐非法获取。我说，所以他昨晚问我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方如意点头。这就是他接下来会打的第1张牌。他话音刚落，我手机响了，来电人婆婆。我看着屏幕没有接，电话停了，3秒后又打来，我按下免提，婆婆尖利的声音立刻传出来：温堂，你
到底想干什么？阿珏说你撬他保险柜，还偷拍公司文件，你是不是疯了？秦真眉头一皱，正要说话，方如意抬手示意他别出声。我平静开口：妈，我没疯。别叫我妈，我们沈家没有你这种儿媳妇。你自己生不出孩子，阿珏在外面有个孩子怎么了？男人到这个位置，外面有点事很正常。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不会吗？方如意在纸上写下2个字：录音。我点开录音，婆婆还在骂：你现在闹成这样，对你有什么好处？阿珏肯给你300万一套房，已经是看在夫妻情分上，你别贪得无厌。周乔怀孕的事儿，您早就知道。电话那头一顿，随即他冷哼：知道又怎么样？他肚子里是我们沈家的孙子。我闭了闭眼，原来如此。李姐说沈珏不是一个人，她怕的还有沈家。婆婆继续说：我警告你，马上把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删掉，乖乖签字离婚，不然我们就把你小产后精神不稳定的事说出去，他别怪我们不留情面。我睁开眼，心里最后一点温度也没了。我说：你说完了吗？婆婆愣住：你什么意思？没说完可以继续。我在录音。电话那头瞬间安静，几秒后，她的声音低了下来：温堂，你个儿媳算计婆婆。我只是学沈珏，留证据。我挂断电话，办公室里静了一会儿。秦真骂了一句：真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。方如意却很冷静。这段录音很有价值，她承认周乔怀孕，承认沈家知情，提到用精神状态威胁你。我看向窗外，楼下车流不停，每一辆车都奔向某个目的地。可我这4年一直被困在原地。方如意把资料收进文件袋。温小姐，从现在开始，不要单独见沈珏，不要单独见周乔，不要接受沈家任何人的私下谈判。还有，你要准备好，他们很快会反扑。我刚想问怎么反扑，手机又震了一下，是一条新闻软件的推送，标题很刺眼：沈氏集团总裁婚变，知情人称其妻长期情绪不稳，曾多次失控伤人。我盯着那行字，忽然笑了。秦真夺过我手机，他们动作还真快。方如意伸手接过手机，比我想的还急。现在怎么办？方如意抬起头，眼神终于冷下来。他们既然要把你推到公众面前，那我们就让公众看清楚，真正该被审判的人是谁。新闻发酵得很快，不到2个小时，相关词条就上了本地热搜。评论区里有人说豪门太太果然都不简单，有人说女人离婚就是想多分财产，有人说丈夫变心固然不对，但精神不稳定也很可怕，更有人把我从前工作室的照片扒出来，说我结婚后不工作不生孩子，还花丈夫的钱，现在翻脸要分家产。我一条条看过去，看着看着竟然没有太多愤怒，只是觉得荒唐。原来一个女人在婚姻里被消耗到失去事业和孩子后，旁观者第一反应不是她经历了什么，而是她凭什么还要钱。方如意没有让我立刻回应，她说舆论不是靠情绪打赢的，要靠节奏。当天晚上她安排我做了2件事：第一，向法院提交离婚诉讼及财产保全申请；第二，联系去年我小产那天的司机，司机姓梁，在沈家做了6年。我给他打电话时，他沉默了很久。温小姐，您别为难我。我说，梁师傅，我不是为难你，我只是想知道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。电话那头传来很轻的叹气声。那天您摔倒后，我送您去医院，你一直在流血，给沈先生打电话，他没接。我知道。后来我也打了，他还是没接。我握紧手机，我问，后来呢？后来到医院，我去缴费，您自己签的手术同意书。家属在哪儿？我说马上到，其实我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。我的喉咙像被什么堵住。他凌晨3点到的。是。梁师傅顿了顿，但他不是从公司来的。你怎么知道？因为那天我去停车场接他时，车不是公司车，是他自己那辆黑色宾利，副驾上有女人的丝巾，还有一张产检单，被他塞进副手箱，露出来了一角。我只看见名字是周乔。世界安静了。去年那天，我躺在病床上，腹部一阵坠痛，护士给我换药时，轻声安慰我：别难过，你还年轻，以后还会有的。我当时望着天花板，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：沈珏为什么还不来？原来他在陪另一个女人确认怀孕。我的孩子离开我的那天，他的新孩子正在另一间医院，被他小心翼翼地迎接。我说不出话，梁师傅也没有催。过了很久，我才问：你愿意作证吗？他沉默。
我轻声说：“我不会强迫你。”电话那头传来打火机的声音。温小姐，我女儿上大学那年是您帮我申请了沈家的困难补助。梁师傅，别担心。其实那笔钱后来我才知道，是您自己出的。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，久到我自己都快忘了。梁师傅说：“我愿意。”挂断电话后，我坐在客厅里，很久没动，手机屏幕按下去又亮起，是方如意发来的消息：城南妇幼医院那边查到记录了，周乔去年同日做过早孕检查。我看着那行字哭了，眼泪一颗一颗砸下来，止不住。我不是为沈觉哭，我是为那个曾经在手术室外一个人签字的自己哭。他那么疼，却还替他找理由；那么孤单，却还以为婚姻只是一时冷淡。第二天上午，方如意发布了律师声明，声明不长，只说3点：一，我方已就婚内过错、夫妻共同财产转移提起诉讼。2，网络上关于温堂女士精神不稳定伤人等言论均系不实信息，已取证追责。3，婚姻存续期间，沈觉先生与第三者周某长期保持不正当关系，并疑似使用夫妻共同财产为其购置房产、支付孕期费用。声明发出后，舆论开始反转，有人问，所以外面的那个女人真的怀孕了？有人问，全款房产怎么回事？有人问，丈夫结婚期间搞这些事，还倒打一耙说原配精神不稳定。沈觉很快给我打来电话，我没有接，他发微信：温堂，你非要闹到这一步？我看着屏幕回了6个字：是你教我的。他没有再回，可半小时后，周乔给我发来一张照片，照片里他坐在医院走廊，手扶着肚子，脸色苍白，配文只有一句：如果我的孩子有什么事，你担得起吗？我盯着那张照片，突然明白，真正的第2场仗开始了。周乔约我见面，地点在一家私立医院附近的咖啡厅。温堂，我只想跟你谈谈。不同意，你不能去。她怀孕7个月，万一摔一下赖你头上，你说得清吗？所以你们陪我去。最后，秦真坐在隔壁桌，方如意安排的人在门外。我提前打开了录音笔。周乔来的时候穿着宽松白裙，脸色确实不太好。她扶着腰坐下，动作很慢。从旁人的角度看，她柔弱、无辜、可怜，可她看向我的眼神里没有半分惬意。温谈，你满意了吗？我搅了搅杯子里的咖啡。这句话应该我问你。她笑了一下。你现在把事情闹这么大，对你有什么好处？阿珏不会回头了。我不要他回头。周乔看着我，像是不相信。你们这种人不都这样吗？嘴上说不要，心里还是想男人回家。我抬眼看他，你误会了，我嫌脏。他脸色一变，很快又恢复成那副楚楚可怜的样子。可我肚子里的孩子是无辜的。我轻声说，我那个没来得及出生的孩子也很无辜。周乔眼神闪了闪，那是你自己没保住。杯子在我手里顿住，隔壁桌的秦真几乎要站起来。我看着周乔，这句话，沈觉知道你说过吗？他意识到自己失言，立刻抿住唇。知道又怎么样？你以为你拿到一点资料就能赢吗？他靠近我，盛后是我的公司，房子也是我的名字，钱走的是咨询费，合同齐全，发票齐全。你证明什么？我看着他，他继续说，就算你证明阿珏给我花钱，那也是他自愿赠与，你最多要回一点钱。可是孩子出生以后就不一样了，这是沈家的长孙。我忽然觉得很可笑，他以为自己抓住的是筹码，可他不知道，在沈觉眼里，他和孩子也只是筹码。我问，所以从一开始你就知道他已婚？全城谁不知道沈觉结婚了？录音笔静静躺在我的包里。那你为什么还要跟他？他看着我，眼神突然变得怨毒。凭什么不能是我？温堂，你不过是运气好，在他最难的时候遇见他。可他现在拥有的一切，你配吗？你知道他怎么说你吗？温堂无趣、软弱、没有野心，守着一个半死不活的工作室，还以为自己是设计师。我心脏还是疼了一下，不是因为沈觉还伤得到我，而是我终于确认他在别人面前是这样描述我的。他说跟你在一起像做慈善。我低头喝了一口咖啡，有点苦，但还能咽下去。我说继续。周乔愣了一下。什么？继续说。还有什么？他似乎被我的平静激怒。温堂，你别装了，你不就是想要钱吗？我告诉你，他不会给你拿走太多。盛和只是其中一个，你根本不知道他还有多少安排。我手指微顿。还有多少？周乔闭上嘴，他意识到自己说多了。我笑了笑。看来不止盛海。周乔脸色冷下来。你套我话，是你太想赢。站起来，动作太急，扶了一下桌子。周围人看过来，他立刻捂住肚子，脸色痛苦。温堂，你别逼我！
秦真已经起身走过来，我没有碰周乔，只是坐在原位看着他表演。门口2个服务员也注意到了，方如意安排的人立刻上前，保持距离问：女士，需要帮您叫医生吗？他原本大概想摔，或者想让我扶他，只要我的手碰到他，他就能把事情赖到我身上。可惜我没有给他机会，我站起来，拿起包。周乔，孩子不是免死鉴察。他咬牙看着我，我说：还有，替我转告沈爵，他藏的越多，我越感兴趣。回到车上，秦真把录音听了一遍，这句够他喝一壶。全城谁不知道沈爵结婚了？盛和只是其中一个，这句有用。方如意也很快给我回消息，周乔承认知晓婚姻关系，且提到盛和资金安排，录音保留。我靠在车窗上，玻璃上映出我的脸，比从前苍白，但眼神比从前清醒。那天晚上，我收到一封匿名邮件，邮件没有正文，只有一个附件，文件明示沈爵资产结构。我点开，里面是一张复杂的股权关系图。盛和咨询只是最底下的一家公司，网上还有3层壳，而最顶端指向一个名字，不是沈爵，是他母亲。开庭那天，天气很好，阳光照在法院门口的台阶上，亮得刺眼。沈爵比我早到，婆婆站在他旁边，脸色阴沉。周乔没来，听说她动了胎气，正在医院保胎。真巧，每次需要她承担责任时，胎气都动得很准时。温堂，现在回头还来得及。我看着他，回哪里？他皱眉。我说：回到你让我签300万协议的时候，还是回到我小产那天，你陪周乔除检的时候？沈爵脸色变了，你少血口喷人！方如意挡在我身前，语气平静。沈太太，庭上见。庭审比我想象中漫长，沈爵一方先提交婚前协议，我方提交婚前协议，协议于各自裁签书归合资所有。婚后一方个人财产投资收益归原所有人，双方自愿放弃对对方公司股权的主张。他的律师陈述得很漂亮。温女士在签署协议时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，协议合法有效。沈先生愿意基于夫妻情分给予补偿，已属仁至义尽。仁至义尽，我听到这4个字，差点笑出声。方如意站起来，我方不否认婚前协议存在，但对其效力范围及签售背景提出质疑。他提交了3组证据，第一组是我婚前卖房转账给沈爵公司的记录，100万，备注启动资金。第2组是婚后我工作室缩减经营，承担家庭事务、小产治疗记录及家庭账户支出记录。第3组是盛和咨询、城南翡翠湾房产、周乔孕期费用及理解证言。方如意声音不高，却每一句都清楚。婚前协议不能成为一方在婚姻中恶意转移共同财产、隐匿婚后收益、损害配偶合法权益的误身盘。沈爵坐在对面，脸色越来越沉。轮到李姐作证时，她整个人都在发抖。婆婆看她的眼神像刀，但她还是说了：是沈先生让我给周乔送汤，食材大多从温小姐家里采购。周乔的地址是城南翡翠湾，沈先生额外每月给我3万，让我不要告诉温小姐。你是否因被温女士威胁才写下说明？不是，她没有威胁我，是我做错了。那一刻，我说不上原谅她，但至少她没有继续错下去。接着是梁师傅的视频证言，他说了去年小产那天的经过。他说沈爵凌晨从城南赶到医院，车上有女人的丝巾和产检单。沈爵终于失控，他撒谎，请保持法庭秩序。方如意立刻提交医院记录。同一天，温女士在市医院做清宫手术，周乔在城南妇幼做早孕检查，时间相隔不到3个小时。旁听席里传来低低的议论声，我低着头看着自己的手，那一天终于被摊开，所有我独自吞下去的痛终于成为白纸黑字的证据。庭审后半段，沈爵一方开始攻击我的精神状态。我方提交温女士的心理咨询记录，记录显示，温女士在小产后长期处于抑郁状态，情绪不稳，且对丈夫有控制倾向。我看着那份记录，只觉得陌生。那是沈爵带我去看心理医生的2次，当时他说：糖糖，我只是担心你。方如意问对方：咨询记录是否由郑乖离劳基交出具？是否有完整诊断？是否能证明温女士无民事行为能力或存在暴力倾向？对方答不上来，看来对方无法回答。我方请求法庭注意，这份所谓心理咨询记录来源不明，不具备法律效力。同时，我方提交另一份录音。你自己生不出孩子，阿珏在外面有个孩子怎么了？我们就把你小产后精神不稳定的事说出去。沈爵闭上眼，那一刻，他大概终于明白，
我不是从前那个被他说2句就会反省自己的温堂了。最后，方如意提交匿名邮件中的资产结构图，并申请法院进一步调查沈觉、沈母及相关公司账户。沈觉猛地抬头，他看向我的眼神愤怒中带了慌张。庭审结束时，他在走廊拦住我。温堂，我停下脚步。你一定要毁了我吗？我看着他，这个问题真耳熟，好像所有加害者到了最后都会问受害者为什么不肯放过他。我说，沈觉，不是我毁了你，是你做这些事儿的时候根本没想过会有今天。我可以重新谈。晚了。方如意走到我身边，我没有再看沈觉。走出法院时，阳光落在我身上，我忽然觉得春天好像真的快来了。判决下来那天，我正在工作室很久没有这么热闹了。秦真帮我联系了几个老客户，从前合作过的工匠师傅也回来了2个。桌上堆着设计稿、宝石样品、报价单，一切凌乱却真实。方如意的电话打进来时，我手里还拿着一颗蓝宝石。喂，温小姐，结果出来了。我站起来，周围人都安静下来。方如意的声音一如既往平稳。法院认定沈觉婚内存在重大过错，且存在向第三者大额支出及疑似转移夫妻共同财产行为，已查明部分财产需返还，并纳入夫妻共同财产重新分割。城南那套房呢？周桥名下城南翡翠湾房产资金来源存在重大问题，已被纳入另案调查范围。盛和呢？盛和咨询相关流水会继续追查，沈母名下公司也被牵连进去。另外，沈觉需向你支付财产折价款，返还部分被转移款项，并承担相应过错赔偿。金额比300万多太多，多到足够买回我这几年被剥夺的底气。但我最想要的已经不是钱了，是一个证明我没有疯、没有贪、没有无理取闹的结果。挂断电话后，秦真一把抱住我，赢了。我靠在他肩上，眼眶发热。赢了，可也不是全赢。我的孩子回不来了，4年青春时间回不来了。曾经那个全心全意相信爱情和婚姻的温堂也回不来，但至少我把自己从废墟里捡回来了。后来我卖掉了那套婚房，沈觉不同意，他甚至提出想买回去，我拒绝了。那房子里的每一寸空气都有背叛的味道，厨房、水槽、书房、保险柜、玄关门锁，我不想再留着。房子成交那天，我最后一次回去，屋子已经空了。门锁交接前，系统最后一次亮起，当前有效用户温堂。我看着他伸手删除了自己的权限，从此以后这里和我无关。沈觉后来给我打过几次电话，我都没接。他发过一条很长的信息，他说他后悔，他说他不是不爱我，只是那几年压力太大。他说周桥是意外，孩子也是意外。他说如果可以重新来过，他不会这样对我。我看完只回了一句不必重新来过，然后拉黑。听秦真说周桥生了个儿子，但他和沈觉并没有结婚。盛和被查后，他手里的房产和账户都被冻结了一部分，沈家也没有像他想的那样接纳他。婆婆嫌他晦气，说是他把沈家拖下水。沈觉更不可能再像从前那样哄着他。一个靠利益开始的关系，最后当然也会死在利益里。我没有再关注他们。我的新工作室开在一条老街上，2楼窗外有一棵很大的梧桐树，阳光好的时候，夜影会落在设计台上。开业那天没有盛大的仪式，只有几个朋友，一束花，一锅汤，汤是我自己煲的。什么汤？山药排骨汤，就这，没有燕窝花椒，很普通，味道很干净。秦真喝了一口，说：“不错啊，温老板，以后还嫁人吗？”我笑了笑，看心情。他挑眉，这回答可以。我低头看着碗里的汤，热气慢慢升起来，熏得眼睛有点湿。从前我总以为家是别人给的，婚姻给的，丈夫给的，后来才知道，家不是某个人施舍给你的屋檐，是你无论经历什么，都还能重新安放自己的地方。我的第一批新品系列名字叫清场，发布那天来了很多老客户，有人问我，温小姐，这个系列的灵感是什么？我想了想，说是废墟之后。对方没太听懂，我笑着补了一句，也是废墟之后，重生之前。晚上送走最后一位客人，我关掉展厅的灯，我坐在工作台前，画了一枚新的戒指。它不是婚戒，没有闭合的圆，也没有永远属于谁的意思，它是一道打开的弧线。我想让它提醒每一个女人，爱别人之前，先别弄丢自己。婚姻不是归宿，男人不是退路，真正的退路是自己有钱、有路、有说走就走的底气。从前我以为被人爱才算赢，后来才知道，能离开错的人，能养活自己，能重新开始，才是真正的赢。我给他取名叫自由，不是谁放过了我，是我终于放过了自己。